草民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朕想要见周姑娘。周姑娘在后院，不过张大人也在。张子荣。是。今天晚上的事，要是敢说出去，诛你9族！不敢，不敢。皇上，奴才去把张大人撵出来。柔儿，你承诺过皇上要将我完璧归赵，你却告诉我你喜欢我，不怕皇上知道吗？我害怕你受到伤害，怕你孤苦伶仃。你不怕失去你所有的一切吗？我怕你四处飘荡，怕你独守空房，怕看到你憋了一肚子的苦无人诉说，更害怕你成为后宫的女人，一朵生在田埂路边的鲜花，栽到后宫的花盆里，还没绽放就凋零了。周儿不是鲜花，只是无根的柳絮，从乡间飘到京城，飘到了皇宫，又飘到了张家。可离开张家之后，周儿才发现，我的心在你这里住下了。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帮您找到线索了。什么线索？包大人，请看，张德林、王延龄、展昭、展无为都和叶利钦有关系，而叶利钦和张元有关系。只要找到叶利钦，就能审出真相。只有展昭有可能帮我们找到叶利钦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展大侠3番5次帮助叶利钦，我们怎么才能说服他帮我们抓叶利钦？这告示上，这是要杀谁呀？常州府流寇斩雄飞，私通西夏细作叶利钦，伪造上谕，掳劫叛贼张元家眷，现人赃并获，铁证如山。圣上钦定11月初5时3刻腰斩，弃市，以振国法。哎呀，这可是要杀展大侠呀！包大人，女贼还没有出现怎么办？再等。包大人，时辰已到，怎么办？
时辰已到，反贼展雄飞通敌叛国，罪应当诛。斩！将他拿下！是。原以为你是聪明人，没想到这么笨。闭嘴！我好心来救你，别不识抬举。到底是你救我还是我救你？也不动脑子想想，包拯怎么可能抓住我？要不是我及时赶来，你这会儿早就成大宋的阶下囚了。命是我自己的，不用你管。人生苦短，何必非要做个细作？为了消灭你们，打仗是男人的事情，女人不该插手。野猎族没有女人，只有战士。就没有想过化干戈为玉帛？是你们大宋容不下我们，土地是大家的，能养活所有人。凭什么我们在荒原，你们却在中原？我们归顺过大宋，但是你们从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人。那我算不算自己人？你留在大宋，就是敌人。是敌人，何去法场救我？因为你救过我一次，现在我又救了你一次，你该如何报答？你想如何报答？把你腰间的匕首赠予我。不行，救你一命还抵不上一把匕首。是我男人才配得上的。下，还我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在我的家乡，热恋中的男女遇到阻挠的时候，会选择殉情。面对死亡，双方的族人不但没有悲伤，反而会举行盛大的仪式，击鼓儿歌，且歌且饮。你是敌人，我不会和你殉情，更不会爱你。你们为何如此仇视我们宋人？我们仇视所有敌人。几百年来，祖先们在吐谷浑和吐蕃的夹缝中生存，又被你们大宋和辽国欺压，一不小心就是灭顶之灾。把匕首还我，我给你个更好的报答。什么？告诉包拯，提防张子荣。引蛇出洞成了英雄救美，你给朕出了什么鬼计策？去追了？去了，还没有消息。万一没追上呢？臣会再想办法。
参见皇上。什么事？范大人已经在押解回京的路上。丁康君呢？在城外30里驻扎待命。有异常吗？没有异常。范大人束手就擒，他手下的兵勇也没有任何抵抗。将范仲淹押入开封府大牢。是。请皇上三思。范大人，奴才在。颁布海捕文书，立刻通缉叶利钦和展昭。是。包拯，你想说什么？臣坚信范大人是清白的。好，朕就给你3天时间。你想证明他清白，就拿证据给朕看。谢皇上，臣定竭尽所能，给皇上一个交代。范大人，包拯，此次又给你添麻烦了。范大人切莫悲观。可否告知包某，张元为何会放了大人？临行前，范某不甘愿就这么把脑袋给砍了，无法侵蚀国之改革，感怀了一番未竟之志。兴许张元也曾经憧憬一个可以让百姓安心的太平盛世，感慨之下就把我给放了，让我帮他实现未了之心愿。想不到范大人还如此天真，公平盛世，哪里来的公平？无论是庙堂之高，还是江湖之远，都没有你们要的这种公平。只要人人守规矩，就会有公平。包府尹，这么些年，你一直追求公平2字，可你哪件案子真正做到公平了？哪一件案子不公平了？当年皇上一把火烧死了老夫的孙女。若要讲公平，包府尹是否要问罪于皇上？烧死您孙女的火是陈琳放的，没有第1把火就没有第2把火。皇上当上了真正的皇上，张家成了皇亲国戚。我们所有的人都妥协了，那对我孙女公平吗？不公平。张子勇舞弊，成了禁军统领；陈世美替考，成了当朝的驸马，这都是事实吧？是。上百的舞弊者依旧逍遥法外，而真正改革者却发配边疆，这对范大人来讲公平吗？不公平。陈世美抛妻弃子，杀人灭口，欺君罔上。你杀他是为了公平，可是你杀他，你搭进去了多少条人命？这对于他们来讲公平吗？老夫身为2朝宰相，主持过多次的科举，见了太多堕落的学子。10年寒窗苦，你拦不住学子的贪。只要你踏进这趟浑水，只要你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事，你早早晚晚都会染上色的。为官就是为楷模，出淤泥而不染。莲花虽结，全凭污泥滋养。只有控贪，让百官贪而不腐，这样才能稳定朝局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王大人，何必给自己开一个自欺欺人的药方？这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。私利必贪，贪则必腐，贪腐循环，世间必定浑浊。唯有以百姓之力维持天下之要务，才能有天下太平之盛世。你范大人之所以跟我做邻居，纯属自找。张元就是利用了你这种天真。范大人可曾想过，张元放你回来，必有蹊跷。莫非有人串通张元，
泄露了镇官军的位置，劫走家眷，如此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一石二鸟，让张大人损兵折将，让范某背负骂名。范大人的文笔是气象万千呐，你帮老夫琢磨琢磨，这句“峰回路转，事不改”，下面应该接什么呀？王大人，此刻你何必还在装腔作势？老夫认为应该接“草秀阴繁，直至巅”，甚佳。身为一国的相爷，文笔自然不错，但心歪了。身为大宋的宰相，竟然通敌叛国，视千里河山如草芥。老夫现在虽然身陷囹圄，但这脏水不可以乱泼呀。老夫是借力张元家眷，除掉区区张德林的9000犬兵，但老夫从来没有把大好河山视为草芥。这镇官军被围，跟老夫更扯不上关系。王大人，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是不承认自己有错？范大人，这对与错，不是你我二人能评说的。老夫经营多年，跟张德林是互有胜负，但我一直是稳如磐石。老夫讲求的就是一个阴阳调和，错中有对，对中有错。这朝堂就好比是一场赌局，皇上是庄家，包府尹、范大人都是洗牌的人，而我和张德林都想当赢家。江山不是赌局，做臣子更不是赌徒。江山该是一盘棋，马走日，象飞田，定好的规矩就该遵守，乱了规矩就得受罚。包府尹，你说的是你梦里的江山吧？本来老夫是赢家，可惜啊，走错了2步。这第一步就是老夫有眼无珠，轻信了身边的小人。小人？哼！相爷当初跟我说，只有正侠合一才能救百姓。可到头来，这就是一场权力游戏。您给我的承诺哪儿去了？老夫平日待你不薄，普天之下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，想不到出卖我的人竟也是你，小人，抬举你了。我一直以为这些年做的事情，是用非常手段对付奸佞之人的侠之大道，可到头来，我就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笑话。王大人方才说走错了2步，只说了其一，这第2步呢？这第2步就是老夫轻敌了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这下棋的人比老夫高明，借刀杀人，却不露痕迹。哼，此人是谁？包府尹一定比我想得透彻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。来自首？来报案。报谁的案？张子荣。出卖镇官军、劫走家眷的幕后黑手，很可能就是他。你怎么知道？信与不信，包大人自己决定。多谢展大侠提醒。怎么谢？展大侠劫法场一事，包拯可以既往不咎。那我师兄展无为呢？展无为罪孽深重，包拯无能为力。王延龄得以绳之以法，展无为功不可没，还望包大人放他一马。他触犯了王法，放与不放，不是包拯一人说了算。还请包大人向皇上求情，求皇上赦免于他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包大人铁面无私，展某再次领教了。既然如此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。展某告辞。
展大侠，3日后你师兄发配崖州，你若愿意，可以去送他一程。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是展昭告诉臣的。展昭不可信，法场那日要不是他助纣为虐，真相早就水落石出了。正是因为他救了野丽卿，臣才会相信他的话。野丽卿是个细作，更不可信。这可能是西夏人的反间计，他为张元办砸了差事，现在想将功补过。张德林和王延龄已经洗脱了嫌疑，剩下的就只有张子荣和范大人。排除了范大人，幕后黑手还会是谁呢？关中一片平原，西夏的铁鹞子占绝对优势，我们的骑兵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如果命范大人率兵佯攻彭阳城，引敌军主力前来支援，而镇关军则声东击西，绕路直捣刘番堡，伺机破敌。如不利于战，也可据险设伏，待夏军回师时，沿途截击。妙，这么一来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不过皇上，本月多雨，不利行军。据本帅的经验，下月初10以后，时势最为稳妥。王爱卿，你意下如何？皇上，老臣虽不懂带兵打仗，但照此听来，这一棋局不得确实漂亮。既然没有异议，张子荣，臣在。下去草御。是。皇上，您在想什么？知道这事的不止他们4个，朕怎么把他给忘了？皇上把谁给忘了？皇上，西夏派使者送来信函。皇上，有什么吩咐啊？下去吧。是。皇上是怀疑王德。张德林的计策果然奏效了，张元答应了朕的条件，终于轮到朕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张元为何会答应我们的条件？他为了保住他的家眷，别无选择。可他的家眷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张元？你想说什么？只有一种可能。内鬼害怕张元知道真相，内鬼跟张元达成了交易，家眷必定是他们交易的一部分。可现在家眷死了，张元若知道自己血本无归，必定不会放过内鬼。把话说清楚。皇上，我们不妨把家眷的死讯散布出去，让张元替我们找出内鬼。继续封锁家眷的死讯，对皇上没有更大的意义。成与不成，都值得一试。去办吧。臣遵旨。王公公，哎呦，张大人，张大人，
这是我们奴才待的地方，您怎么来了？公公这里虽比不过阆苑琼楼，却也别有洞天，暗藏着珠光宝气呀。哎，都是奴才省吃俭用，攒个仨瓜俩枣，不过是留个棺材本。张大人喜欢哪样，挑去便是。公公不必在意，这个世上，有人贪名，有人贪势，有人贪权，有人贪功，贪些小财，不过是人之常情罢了。张大人真是善解人意。只不过有句话，贪权而取节，贪财而取威。王延龄老前辈做了2朝宰相，他今天的下场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张大人说的是，不过本大人要提醒公公一句，可别把自己掉进钱眼里，到时候我就是想拉你一把，恐怕也拉不上来了。多谢张大人提醒，以后还望张大人多多关照才是。王公公坐吧。张大人，奴才侍奉皇上多年，把朝里的人多少也看透个8、9不离十。可是有件事，本公公不明白，不知当问不当问。公公但说无妨。张大人，您贪什么？我？你说呢？奴才看，您贪大。大能大得过皇上？大过皇上那是胆大包天，天理也难容啊。那么我想请问公公，泄露镇关军情报的人，算不算天理难容？算啊。那你觉得他贪的是什么？为了挣棺材本儿，连自己小命都搭进去了。张大人，您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？是你把镇关军的动向卖给西夏人的。张大人，话可不能乱说，通敌叛国可是要杀头的。当然要杀头，如有九族，恐怕是要株连的。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你和叶离青的事情我全都知道。叶离青？谁呀？包拯马上就要查出内奸了。我今天本来是要救你的，既然你已经准备好了棺材本，看来我也是多此一举了。张大人，请坐。皇上已经将张元家俊的死讯传到了西夏，张元得到消息后，必定鱼死网破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要做一条死鱼吗？张大人，叶离青的事情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是我让叶离青找的你。没想到是张德林的儿子找我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有张元。他稽查倒水的时候，就能够窃听到你想要的情报。怎么拉他下水？金银珠宝。
您藏得好深呐！您给我挖陷阱。野丽青的银子，我可是一文都没收过。这杀头的罪是你犯下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如果你想活命，就听听我的办法。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明日晚膳，你给皇上下毒。您疯了！您这是造反！如果不造反，咱们两个还有活路吗？您想当皇上？我从来就没想过要自己当皇上。皇后怀孕，皇上驾崩，太子继位，合情合理。可是万一皇后生的是个公主怎么办？狸猫都能换太子，女婴就不能换男婴吗？不行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毒死皇上，我会成为千古罪人的。用上千条镇关军的性命来换银子，你又算什么人？此事若成了，我张子荣保你一世荣华富贵；如若敢走漏半点风声，你必死无疑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在等您。有事啊？爹，儿子崴脚了。镇关军的动向，是我出卖给张元的。我早就想到了，只是不愿相信。皇上知道了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很快就知道了。不要告诉我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张家。上次你偷名单，爹没有拦你。这次你把你爹的老本都打进去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9400人在您手里，永远是皇上的心头刺。牺牲他们，就能除掉王延龄和范仲淹。除掉范仲淹，用不着你来添乱，爹自有办法。可除掉王延龄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整个朝局就垮了。你现在的斤两还成不了王延龄，还不足以跟你爹一起撑起这尊鼎。我从来没想要成为你们。您和王延龄手里攥着大半个江山，只要兵权和百官在你们手里，你们永远是皇上的心头大患。那又怎样？天下一日姓赵，任何专权都会成为他的敌人。除掉范仲淹，迟早会有人来除掉你们。你是想替包拯和范仲淹除掉我们？虽然包拯和范仲淹鞠躬尽瘁，鞭策朝政，但他们也只不过是皇权的殉道者。孩儿更不想成为他们，孩儿只想能够成为皇上依赖的人，站在他的身后，为他指点江山。这样的权势看似无形，但却能走得更加长远。幼稚！你忘了刘娥的下场了吗？刘娥专政，皇上是被迫的，孩儿要让皇上心甘情愿。你这是痴心妄想，爹早就警告过你，这条路你是走不通的。是老天爷给我开了个玩笑，我费尽心机布下这个局，本来天衣无缝，可万万没想到张元的家眷竟死在途中。现在这个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张元得到消息，知道血本无归，必定会鱼死网破。皇上正愁找不着理由对我们张家下手，你可好，自己送上门去了。
爹，事到如今，张家只能先下手为强。你想干什么？明日晚膳，王德会在皇上的御膳里下毒。你疯了！我没疯。王德只是替罪羊，到那时候，我会赶去阻止皇上用膳，然后杀死王德，把罪名嫁祸给范仲淹。范仲淹，他在大牢里，皇上根本就不会相信。皇上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天下人相信。眼下，范仲淹的定康军正在城外30里地驻扎。爹，孩儿希望您能像当年对付八王爷那样，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千军万马前去讨伐。只要大局在握，范仲淹百口莫辩，信不信也由不得皇上。你想让爹做董卓？不，做曹操。蓉儿啊，爹曾经跟你说过，你想走得比爹更远、更高，爹愿意做你的垫脚石。可这一次，你走向的是万丈深渊。爹，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，孩儿已别无选择。你哥知道这件事吗？不知道。你想一意孤行？我想扭转乾坤。混账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自不量力。我这么多年来打下的局面，一次又一次，差点毁在你们兄弟俩的手里。这一次，你们休想再拉我下水。明日酉时，孩儿会依计行事，是福是祸，孩儿听天由命。滚！奴才见过周姑娘。哎，王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公有什么事吗？周姑娘，张子荣要害皇上。蓉儿，他怎么会呢？这是毒药，张子荣让我给皇上下毒。不可能，蓉儿绝对不会害皇上的。这瓶毒药是张子荣昨天亲手交给奴才的。奴才想了一晚上，最后决定先来找周儿姑娘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露出了半边的月，是圆还是缺？喝过了半杯的酒，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
戏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。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山河难断，大江